这个男人被女人要求倒尿盆，男人一脸邋遢，结果尿盆就是一扔，周边的人恶心纷纷，几个女人笑作一团，嘲笑男人没用。男人所在地方是一家青楼，他名叫阿吉，在里面做龟奴。这天遇到2个恶霸，完事了不给钱，想白嫖。楼里的男人不是对手，阿吉看不下去了。青楼女子赚的是苦钱，不能白嫖，便想阻止。谁知2个恶霸拔刀就插。一下惊呆了所有人，看着阿吉面不改色，小刀戳在阿吉身上，不能让阿吉挪动一步，是个狼人，比狠人多一点。2个恶霸直接怂了，掏出银两直接跑路。这时一个女人跑来关心阿吉，阿吉，你疼不疼啊？你会死吗？阿吉表示不疼，就是腰子被捅穿了。这几刀插出了高级感，把阿吉插得做了噩梦，火烧大地，仇人扑来。惊醒后的阿吉被刚刚的女人小丽照顾，小丽表示阿吉是不是喜欢她？话还没说完，老鸨闯了进来，说阿吉英勇挡刀，被大老板看中，要收他做弟子。而阿吉一听便离开了，说他不能留在这儿了，表明他是有故事的人。阿吉路上遇到一老大哥，老大哥看阿吉消沉，得知阿吉没事做，便带他一起回了村，给活干，给饭吃。而与此同时，阿吉离去的青楼里来了个大金主，就是癖好有点特别。众人表示伺候不了。这位客人说了啊，他再加50两，50两。小丽便要试试，谁知小丽刚进去，屋里的人就拿鞭子开始抽。镜头一转，小丽被扔了出来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回到家中，没有睡的阿吉发现了小丽。原来收留阿吉的一家人竟是小丽的家人。隔天，一家人吃烤鸡，纷纷大喜，但除了阿吉，因为老大哥和老母亲不知道小丽是做了什么才带回的鸡鸭鱼肉。饭后2人聊天，小丽决定不回青楼了，因为她存了100两银子，还有一堆金珠，可以买块地务农为生。而这边青楼老板不满意了，因为只有小丽会因为钱去招呼那些另类的客人。得知小丽现在和阿吉一块，又因为阿吉被刺4刀不吭声，有点虎，老板便派了一个叫无名的高手去试探一下。随后无名在镇子上找到了阿吉，但看到阿吉的脸庞后大惊失色。这个杀手要刺杀邋遢男人，但看到男人的脸后脸色大变，手里的剑都拿不稳了。这时一个路人说他挡路了，他扭头后更是恐惧布满整张脸，吓得说不出话，动弹不得，仿佛刚回神。杀手大叫着逃离，路人燕13被百姓称赞，却是看了一眼邋遢的阿吉便走了。随后乡亲们找到燕13，想让他教阿吉武功，但他看到阿吉拿着剑却不敢动手的模样，觉得阿吉没用，没法教。但诚如燕13都没办法躲得过道德绑架，在一众乡亲们的抨击下，只能教了。他先是去了青楼，说他将用他的余生干好事儿，然后便结果了青楼老板，教阿吉武功用来保护镇民。燕13自创13式，一直以剑神3少爷为目标，苦修13剑，一招胜过一招。燕13用这13剑纵横江湖，未曾一败。但就在他想挑战10年未一败的3少爷时，却得知3少爷已经身亡。燕13痛失对手，大感失望，便一直以酒消磨时间，抚平高处不胜寒的孤独。而在教导阿吉练剑时，3少爷的名字一直让他忘不掉，因为3少爷的光芒盖住了所有人。人在江湖总想留下点名声，而燕13从出道以来一直是3少爷的影子。等到剑道大成，3少爷却是不在人间，何其悲哀。2人湖边饮酒，燕13说阿吉听，随后分离。阿吉回到家中，一名神秘女子到来，竟是阿吉的未婚妻慕容秋迪。从2人的对话中发现，阿吉竟然就是传说中的那个3少爷，是神剑山庄的3少爷。阿吉天纵奇才，传闻他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19州，10年来经历万场战斗，没有败过一场，被称为剑神。而传奇剑客燕13是为同代天骄，燕13在生死边缘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命13剑，也是为3少爷准备的13剑。而3少爷阿吉却因为杀人无数，不想再杀，便消沉隐居，不再显露武功。因为他一握剑，他的剑下亡魂就会出现，都是曾经他杀的人，是他忘不掉的人。
这个男人躺在棺材里，正在等死，突然收到消息，自己的徒弟竟然是剑神。他激动的流泪，拿剑便要去找徒弟阿吉决斗，但随后一想，完了，自己这辈子也赢不了剑神三少爷，因为他已经把剑法全交给阿吉了。仆人一听，直接晕倒在地。而剑神阿吉和未婚妻慕容秋荻闹矛盾了。阿吉只想归隐田园，但是慕容秋荻却是不能吃苦，他志不在田园在武林，两人三观不同，走不到一起。随后慕容秋荻便找上舔狗，舔狗帮慕容解开心结，慕容便要毁了阿吉想要的田园生活。夜晚，一伙人手持火把烧了村子，村民纷纷逃难。乱火之中，舔狗找上阿吉，他想要上位。舔狗用暗器伤了阿吉的眼睛，便要出手，所幸被燕13救下。而小丽被慕容秋荻当作小三儿拿下，小丽大哥被吊死，而她和她的母亲被一把火烧在房中。村民们也被慕容秋荻斩草除根。白天，燕13同阿吉一起赶来，却只剩下一片灰烬，而小丽被烧得面目全非。阿吉崩溃的大喊：面对如此仇恨，没用的阿吉还不打算做点什么？燕13气愤异常，他不明白一代剑神怎么变得如此懦弱。随着阿吉喊出他从小杀人杀到大，他的心已经杀不了人了。燕13一语道破：不用杀人，只要打败不就好了？真是人在家中坐，小丑天上来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而剑神山庄正被各门各派围攻，损伤惨重，一伙人被逼到大殿上。来围攻的人正是剑神山庄这些年造下的杀孽，那些人的亲人组成教派来讨债了。正在危难之际，燕13和阿吉赶到，面对众人的围攻，两人只伤不杀，很快便打败众人。解决完麻烦，就剩他们俩人的事儿了。英雄惜英雄，两人互相尊重，决定不要让剑，以攻为守，剑法比拼。酣畅淋漓的战斗，两人都沉浸其中。传闻燕13已经悟出第15剑，但是出剑则必杀，两人是对手也是兄弟。而燕13已经病魔缠身，最后选择死在了阿吉的手中。所谓士为知己者死，也就是如此。